好，我只是在商场街道走了一段而已。现在出了商场，迎面的就是淮海路。现在这种街头的小绿广场还是建得很不错的，周围那些现代的建筑围绕着这个人工湖，看到这边停着不少大巴，很多人组团到这边来旅游的。这边很多的商店，这些老外们呢都喜欢坐在街边。嗨，大家好，现在呢我面对的是淮海路，这边是襄阳北路。刚刚呢我就从我的身后穿过襄阳公园，现在我准备走过淮海路到对面的这个商业中心里面穿过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淮海路比较繁华的地方，或者说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你看有1号、10号、12号3条交通铁道、地铁在这边汇聚。这个商业中心的英文名字叫 IAPM， 中文名字应该叫环贸吧。好，我们到里面去穿过一下。这个商场开业至今呢，已经成了淮海路的一个商业热点。它应该是由香港新鸿基集团发展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铁上站。除了大家目光所及看到它有楼上的很多的楼层以外，它地下还有2层还有一个在上海号称最贵的超市。上海呢虽然是一座小资型的城市，但是毕竟城市巨大，人口呢体量更大，所以不少人踮踮脚还是可以做得上高端消费。好，我只是在商场街道走了一段而已。现在出了商场，迎面的就是淮海路。比起热闹的南京路呢，我相信上海人更中意优雅精致的淮海路。现在呢，我在淮海路上走过陕西南路，对面就是巴黎春天这家百货商店。我总觉得这家百货商店不死不活的，但也经营了很多年，居然屹立不倒。可以看看上海这边呢，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的，不到绿灯你千万不要过马路，否则随时会被罚款。这边还有一家索尼直营店。走了一条街就能到了茂名南路。茂名南路呢，这里最有名的一建筑就是国泰电影院。
翻过去对面有一个酒店叫花园酒店，叫奥库拉花园酒店，是日本人集中的地方。这边有一个地铁出入口，陕西南路站。好，我们现在走上马路。这个国看电影是我们小时候特别愿意到这边来的，因为它是软沙发，而且有空调。走到里面去看看吧。电影院啊，还是老样子。好像开了一家店。是上海几个老演员在电影院里面开酒吧啊，也是蛮新奇的事。好，我们继续沿着淮海中路啊，再向东走一段。对面是红房子西菜馆，好像最近也结业了，不知道是要搬家还是重新装修。虽然淮海路名声在外，但是要在这条街上做生意，站稳脚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的很多房子呢，统称为国泰公寓，不同颜色的，这上海有很多这样的房子，这是100年以前的时尚。这边也有一些潮店。这里有田记的烤鸭店，开了蛮久了，但是烤鸭店在广州就绝对不服，早早关门大吉了。这是淮国旧，就淮海路上面以前有一个国营的旧货商店，拆掉以后，现在搬到这来。这个对面啊，有一个新的商业广场，应该已经建成了。虽然淮海路上面啊，也在不断的改善商业环境，但整体呢显得比较低调，而且老房子比较多。你要打造成一个时尚的商业圈呢，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貌似这个商场还没有开门营业的，现在还在最后的装修之中。左侧是一个地铁站，我已经走了有1个多小时不止了吧。这个天好像还没有暗下来啊，可能是夏天的缘故吧。虽然今天阴天
是飘几滴雨下来。这里呢已经是以前卢湾区的区域啊，现在是黄埔区。那对面这条呢是思南路，也是位于卢湾区的，应该说梧桐区的最典型有代表的一条街道。那今天我们就不会去了。茂长眼镜店，应该是百年老店了。上海香港三菱书店。这是什么地方？泰山公寓。农业里，这里就最多这种里弄，很多的这种弄堂房子。今天光明村开酒店卖熟食的人不多，每次来这边都是排着长队的，但今天基本上没有人。上海这些糕点还是很出名的。这有看了一下，有加拿大引进口的香港。老大昌，上海人的记忆当中的一个品牌。这是老人河，专门卖一些熟食，招味的食品很出名。这是一家什么店？抹茶店。这是一排老房子，楼下有个开的店。
马路对面呢就是新的大楼了。这是和合坊。小小的地方还有咖啡吧。马路对面呢，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食品商店了。好，现在走过淮海路，现在正对的这栋公寓，大家可以看看跟刚刚那个国泰公寓是不是非常的像？这是妇女用品商店，我们小时候就有了。你在给我，如果他地都是野，前面高架路呢，就是南北高架。当年上海一个最早拆迁的工程就是从南北高架的修建开始的。转了想呢，这就是重庆南路但我今天并不走重庆南路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电动的自动的扶梯。原本是有一个自动扶梯的，但是因为下雨只能停用。正好来看看重庆南路，也看看这个南北高架，就是向南的方向。前面是瑞金医院的罗湾分院，以前是罗湾区中心医院。再往前一点呢，就是交通大学医学院。这里就是我非常熟悉的罗湾区，这边也搞了一个下沉式的知音广场，是音乐广场。现在这种街头的小绿广场还是建得很不错的。这条是淡水路非常小的一条马路。对面呢是旧房子都修好了，全部变成商店了，开在那里吧。好，我们走过淡水路，这边是中环广场，地下呢是有地铁的。
我相信呢，这个建筑也是保留下来的。它贴了一个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我看看这是哪里。原法国公学法租界工总局比勒中学，对，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比勒中学。后来比勒中学搬家了，但这个建筑物还在。这两边的这些花搞得还是蛮好看的。最近几年呢，这个街区经过了一些装修啊，看上去贵气逼人。对面的是 K11，前面还有香港广场。这边转过来呢，就是新天地了。我在西路123这边，马上到西路123。这里呢，应该是淮海路商业氛围最好的地方。对，我的意思，你要有空的话，你就骑那个自助路路口。还有几个啊？其实到哪下都行。不迎接。这里就是新天地了，也是1号、14号线的地铁的入口。这里就是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路口了，大家可以看看，这边经过重新装修以后，样子是不是好看一点呢？来这边会走。趁着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呢，我们再向前走几步，到新天地为止，就结束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这样5分钟都不到。对的。不熟。到这。Normal.
把脸看了。看看这样的房子，就让人会误以为在伦敦或者巴黎的街头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书社就职，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店的一个古董市场。几十年以前呢，这边还不是啊，这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走路可以走得到的一些地方，都是老城区。但是几十年以后呢，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富贵的代名词了，就普通人已经高不可攀了。这桥，这里都是这个20-30年建起来的大楼。这已经到了顺昌路了。前面这条路呢是湖滨路，这个地方以前叫太平桥，经过了改造以后完全就不认得了。我们趁着等信号灯，我们来四周看，可以看一看。刚刚从顺昌路过来，这地方全部都是变成了高级的写字楼，要不就是高级的住宅。这边应该是平均尺价最贵的地方之一了。好，现在呢走过湖滨路，对面呢就是一个人工湖。这个黄昏时分呢，看上去还是很美的感觉。大家可以看一看周围那些现代的建筑，围绕着这个人工湖。对面的建筑呢都是新建的，纪念共产党诞生的一些纪念场所。下雨下了。看到这边停着不少大巴，很多人组团到这边来旅游的。美国他妈全是。
Go out this way.在那边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过无数次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但也装修了很多回了。新鲜郡呢，在这边分成两半，那边呢是比较新的一片区域，看我的这片区域吧。其实这些建筑只能说是房子的建筑，因为当时其实只是留下这些房子的样貌。真正的旧房子都拆得七七八八，就不能再按照原样复建，大概是这样子的。但这里呢，现在成了上海最热闹的地方，相信也是外国人来的最多的地方了吧。要读书就写叫我迷你啊。这边很多的商店，这些老外们呢都喜欢坐在街边。虽然光线已经有点暗了，但看上去还是比较别致，另有一种情怀情绪。他们现在是很热闹的，感觉满满的都是外国面孔。好了，我已经走出了新鲜地了，时间也不早了，天差不多黑了，那我们在这边就跟大家说声拜拜，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次出行再见吧，拜拜。